Hello Hello，大家周末好！今天又给大家搭一组木头，稍微搞一个复杂一点的。这个井呢，就是说是在大部分网站上都比较好销售的，因为它层次感比较强一点。先找个东西把它固定一下。这种沙是白色的，这些沙是石英砂，它在那个玻璃里面，它那个没有什么摩擦力，然后就比较容易滑。所以说我们在堆那个木头的时候，就会基本上用些石头把这些木头把它固定一下。因为不像其他那些河沙或者是那些水草泥这样，它表面比较粗糙一点，石头这些木头就不容易倒。但是用那些河沙那些的话，它时间放长了，灰尘容易比较大，灰尘比较大就容易整理的时候弄得尘土飞扬，所以说后来我们换了这些白沙以后，整体的环境还有拍照方面就会更好，感觉更好一些。白色的沙它反光性也比较好，可能拍照的时候它显这个木头的颜色可能显得更好一些，有利于拍照的曝光这些。这种小木头也是我比较钟爱的一种，因为它那个纹理性比较好，然后形状结构比较好，用来做一些束脚的一些衬托，还有这些树根啊，或者是做一些小的一些装饰填充，都是比较好的材料。一放就倒。我应该让石头把它找一个合适的位置把它卡住，这样就比较舒服。木头整体都是朝一个方向，顺着它天生的这个木头的纹理来走。另外一边再找一个内饰的相反的方向搭一下，尽量还是把它那个漂亮的木头纹理把它露出来比较好。踩到插座了，不好意思。像放木头啊、造景啊，还有画画啊这些，我觉得都是跟厨师炒菜一样，你按照自己的口味或者是大概的口味来做，体现出那个菜最原始的风味来，这样是最好的。众口难调，可能有的人说是你做的这些东西不好看，那这种东西就跟厨师炒菜一样的，你不可能说是让所有人都接受你的审美或者是你的品味。反正做的时候就是按照心里面的想法来，跟着感动。所以说我一直在我频道里面的说明里面写一条，就是我是展示我们这边漂亮的木头，然后也是分享自己的一些放木头的一些经验，
可能对于一些水族爱好者，或者是喜欢折腾的人，还有对于一些有这方面喜好的人，是有一些起到一定的分享作用。如果说是大家经常看我的频道的话，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里面留言，大家相互探讨分享。一碰到就倒。像一般堆木头的时候，我一般就喜欢烟、咖啡，还有就是音乐。这三种东西的话，最能让我放松。人一旦放松的话，你在创作啊，或者是在做一些创意性的东西的话，就会比较流畅，容易出来灵感。如果说是碰到那种赶时间或者是催货的东西，那个来催你的人的话，或者是让你感受到压力的话，那个就有点不容易出这种灵感，就很出不来。我再找一点小枝条。现在大体的细节是出来的，尽量找一些这些小枝条的话，把它这些细节部分要把它丰满一点。这种木头搭出来应该是比较热销的，从现在的角度来看。另外这边有点高，我把这个放进去，本来是想以左边作为主景的，现在把这个高度比较高的这个小枝条一放进去，右边就变成主体了。不过两边有时候相互对称的东西，也有这种景的好看的地方。有时候相互对称也是一种美，大家觉得呢？旁边竖角这里再加一点小枝条。这个弧度的话，先放上去看一下，找感觉，应该还是比较大的。找一点这些小枝条，做一个树根的一个根须的一个延续。这些小枝条一般会用来做一点点缀。摆景的时候是这样摆了，但是实际上在鱼缸里面用的话，还是要用胶水沾一下，固定一下。不然这些小点的这些小枝条的话，你到时候不用东西压实的话，它一放水的话就比较容易飘起来。大一点的这些木头基本上不会。沙面，我尽量把沙面把它用刷子把它扫出一个过道来，这样给它左右的景的话，显得那个有一个立体感，一个高低的一个感觉。现在用这些白砂倒是好一点，它基本上没有什么灰尘。像以前一开始用河沙，我们用河沙的话，只要这样刷子一过去一扫的话，就尘土飞扬。这块在这里不行，这个把后面这个
留白的地方打掉，换一个小一点。那现在做这些景完全就是根据现场的材料来一块一块的试，不合适又重新过去找2块过来，一块一块的往里面放，一直放到大概的感觉满意为止。所以说有时候，尤其说是你在这里搭一个木头，不如说是你找一些木头配对，这样可能是一个比较贴切的一个行为，让木头配对。让整体就形成一个环状的一个树状的一个环状的一个景。但是下面沙面上要有点留白，如果不留白的话，把它完全用木头堆了闭合起来的话，感觉就是没有一点灵动性。现在左边的这些小木头跟右边的这些小枝条的话，它形成一个比较鲜明的一个对比。不对称，一边粗一边细，再去找点稍微粗一点的小树枝来把它做一个过渡，这样看上去会比较舒服一点。基本上现在就比较完美了，再加几个小树枝挡一下边边角角，这样就大功告成。那在这里祝大家周末愉快，我们基本上是下期再见了。星期二基本上我都是固定2、4、6的更新，平时的话我有空我就会拍一点小视频在床上，也欢迎观看我的短视频频道，谢谢大家，欢迎大家点赞、关注和订阅，我们下期再见。